意大利是一个充满古老文化、美食和艺术的国家，与法国、瑞士、奥地利和斯洛维尼亚为邻。三面环海，阿尔卑斯山中的众多山口是中欧国家通向地中海的捷径。意大利南面则是欧洲各国往非洲的天然路桥，地处地中海东西航线的中枢，同时也是东西海上航线与南北欧洲至非洲往来的十字路口。这样独特的地理位置使意大利成为西方文化的核心，并在世界历史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意大利的文化特色起源于罗马时代。罗马帝国是世界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帝国，当时无论是经济、文化、政治，还是军事上的成就，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准。帝国版图的扩张、统治人口众多以及历史许久，使得拉丁希腊的语言文化、宗教发明、建筑哲学和政府模式，对后世的影响更加深远。15世纪末，发源于佛罗伦斯的文艺复兴运动达到全盛时期，奠定了意大利在近代欧洲思想与艺术的根基。在这一时期，对于人体结构化学、天文学和科学知识的追求，发挥了衔接中世纪与近代的作用。意大利的文化成就始终于欧洲各国中保持领先地位，一直延续至今，提供了丰富的学习选择。如果你想来一场深度文化之旅，在意大利生活或旅游绝对不会让你失望。意大利朋友们都会自豪地说，就算花一辈子，可能都不见得有机会把意大利都玩一圈。欢迎来到神奇之旅。接下来是意大利前5名最经典浪漫的景点，如果有空请帮我按下订阅，感谢您的支持。那不勒斯又被称为拿坡里，是意大利南部的第1大城市，也是意大利第3大城市。它位于那不勒斯湾旁边。事实上，那不勒斯本身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地区之一，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00年。1995年，那不勒斯历史城区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除了美景和文化遗产，这座城市也以其丰富的美食闻名。拿坡里是披萨的发源地，这里的披萨以其薄脆的饼皮和新鲜的配料而闻名于世。此外，拿坡里还有许多其他美食，如马卡龙，一种传统的意大利甜点，莫扎瑞拉奶酪和咖啡等。品尝当地的美食绝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体验。拿坡里环拥有许多令人惊叹的建筑和博物馆，例如保罗圣方济圣殿是一个古老的天主教堂，内部装饰华丽，展示了丰富的艺术品和文物。还有卡塞塔王宫和国家考古博物馆等地方，可以让游客深入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和文化。拿坡里也是一个购物的天堂，这里有许多时尚的商店和市场，可以购买到当地的手工艺品、时尚服饰和美食等。在这里购物是一个愉快的体验，同时也是了解当地文化和风俗的好机会。此外，拿坡里还有一些独特的活动和节日，让游客可以深入体验当地的文化和传统。例如，每年的圣亚纳略节是一个重要的宗教节日，纪念拿坡里的珠宝圣人圣亚纳略。在这个节日里，人们会参加盛大的游行、宗教仪式和庆祝活动，让游客有机会感受到当地的宗教信仰和热情。拿坡里还有一个著名的地下城市，称为拿坡里地下城。这个地下城市是由古代的隧道和洞穴系统组成，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游客可以参加导览，探索这个神秘的地下世界，了解拿坡里的历史和文化。拿坡里周边还有许多值得探索的景点，例如庞贝古城是一个古老的罗马城市遗址，可以看到保存完好的古代建筑和文物。此外，
阿马菲海岸和索伦托也是非常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拥有壮丽的海岸线和迷人的小镇。提醒一下，这里把手盛行，需要保持警惕，但只要遵守当地的安全建议，游客仍然可以安全地享受这座城市的风光。米兰这座位于意大利北部的城市，以其时尚与艺术闻名于世。作为意大利的第2大城市，米兰吸引了许多人前往探索其独特的魅力。米兰以其世界时装圣地的地位而闻名于世，每年许多时尚爱好者和设计师都会聚集在这里，参加米兰时装周，欣赏最新的时尚趋势。伊曼纽2世回廊是米兰最著名的购物区之一，这里拥有许多知名的时尚品牌和精品店，让人目不暇接。无论你是寻找高级时装、珠宝首饰还是家居用品，这里都能满足你的需求。然而，米兰不仅仅是一个时尚之都，它还拥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遗产。米兰主教座堂是这座城市最著名的建筑之一，它是哥特式建筑的典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教堂之一。这座宏伟的建筑物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欣赏其壮丽的外观和精美的内部装饰。除了米兰主教座堂，米兰还拥有另一座世界级的建筑艺术品，那就是米兰恩宠圣母教堂。这座教堂收藏了文艺复兴时期大师达文西的壁画《最后的晚餐》。这幅壁画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之一，每年成千上万的朝圣者和艺术爱好者都会来到这里，欣赏这幅壁画的真迹。除了这些著名的景点，米兰还有许多其他值得一游的地方。卡斯特罗城堡是一座古老的城堡，它曾经是米兰的要塞，现在则是一个博物馆，展示了米兰的历史和文化。另外，布雷拉区是一个充满艺术氛围的地方，这里有许多画廊和艺术工作室，让人可以欣赏到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对于美食爱好者来说，米兰也是一个天堂，这里有许多优秀的餐厅和咖啡馆，提供各种美味的意大利料理和咖啡。无论你是想品尝当地的特色菜，还是享受高级餐饮体验，总之，米兰是一个充满时尚和艺术的结晶，你一定不要错过这个令人惊艳的城市。佛罗伦斯 Florence 作为欧洲文艺复兴的发源地，以其古典而美丽的风貌而闻名于世。这座城市位于佛罗伦斯老城区，拥有众多历史建筑和博物馆，让人沉浸在优雅的艺术氛围中。如果对此不感兴趣也没有关系。佛罗伦斯周边还有比萨五渔村以及托斯卡纳村庄，那里有美丽的田园风光和各式酒庄、古堡，都可以安排前往。佛罗伦斯作为文艺复兴之都，拥有许多著名景点，其中最著名的是圣母百花大教堂及其附属建筑乔托钟楼。圣母百花大教堂是佛罗伦斯最重要的宗教建筑之一，其建筑风格独特，内部装饰精美。乔托钟楼是教堂旁的钟楼，是佛罗伦斯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从钟楼上可以俯瞰整个城市的美景。另一个著名景点是佛罗伦斯的老桥，这座桥横跨阿诺河，连接着佛罗伦斯的2个岸边。老桥是佛罗伦斯最古老的桥梁之一，也是城市的象征之一。桥上有许多古老的商店，出售各种艺术品和纪念品，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光购物。除了这些著名景点，佛罗伦斯还有许多其他值得一游的地方，例如乌菲兹美术馆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艺术博物馆之一，收藏了许多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品，如波提切利的《春天》和达芬奇的圣母子像等。
佛罗伦斯还有许多其他博物馆和艺术画廊，如皮蒂宫美术馆和阿卡德米亚美术馆，都值得一游。无论是探索古老的建筑和博物馆，还是欣赏美丽的自然风景，佛罗伦斯及其周边地区都是值得一游的目的地。威尼斯是一座位于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坐落于威尼斯西湖的浅滩之上。这座城市以其独特的水岸风光而闻名于世，被誉为水都。威尼斯拥有118个小岛、117条水道和401座桥梁，这些元素共同创造了一个迷人的景致和风情，值得游客一探。威尼斯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一个无汽车通行的城市，这意味着游客在威尼斯的街道上无法见到汽车的踪影，而是可以欣赏到优雅的贡多拉船和其他传统的水上交通工具。这种独特的交通方式为威尼斯增添了一份浪漫和宁静的氛围。威尼斯的游客数量非常庞大，但这并不减损这座城市的魅力。除了著名的景点外，游客还可以随意穿梭于威尼斯的弯弯曲曲的小巷中，感受这个特殊城市的独特。在游客散去之后，威尼斯恢复了宁静和美丽，这也是一个值得体验的特别时刻。如果你想要更深入的体验威尼斯的水岸风光，你可以选择在岛上住上一晚，这样你就能够在游客散去之后享受到威尼斯的宁静和美丽。此外，你还可以搭乘贡多拉船，穿梭于蜿蜒的古色水道之中。这种体验将给你带来不同的感受，让你更加深入地了解这座城市。威尼斯的大运河是这座城市最著名的景点之一，这条运河贯穿了整个城市，沿途有许多美丽的建筑和壮丽的桥梁，特别是在夕阳时分，大运河的美景更是令人惊艳。你可以在贡都拉船上欣赏到大运河的壮丽景色，这将是一个难以忘怀的经历。威尼斯的美丽和独特之处不仅仅体现在其水岸风光上，也体现在其丰富的文化和历史遗产上。威尼斯拥有许多著名的博物馆、教堂和艺术画廊，这些地方展示了威尼斯的艺术和建筑的独特之处。例如圣马可广场上的圣马可大教堂和广场塔楼是威尼斯最著名的建筑之一，吸引了无数的游客。总之，威尼斯水岸风光和浪漫的交通方式而闻名于世，游客可以在这里欣赏到迷人的景致和风情，同时还可以深入体验威尼斯的文化和历史遗产。无论你是在游客众多的时候，还是在游客散去之后，威尼斯都可以让您的心灵得到愉悦。罗马作为意大利的首都，同时也是该国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城市，拥有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遗产。罗马被誉为古罗马文明的发源地，其建成历史悠久，保留了大量的古迹，因此被称为永恒之城。这座城市的历史城区于1980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每年吸引着无数的游客。罗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约2800年前，当时它是一个小型的村庄。随着时间的演进，罗马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统治着广阔的领土。古罗马帝国的兴衰对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罗马本身也成为了一个文化和政治中心。在罗马，游客可以欣赏到众多的古迹和建筑物，这些都是古罗马文明的见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罗马竞技场，
也被称为罗马斗兽场。这个巨大的圆形建筑物曾经是古罗马帝国的娱乐场所，举行着各种盛大的竞技表演，包括决斗士竞技和战马车比赛。即使在今天，罗马竞技场仍然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建筑，吸引着游客的目光。另一个必访的景点是古罗马广场，也被称为罗马论坛。这个广场曾经是古罗马帝国的政治和商业中心，拥有许多宏伟的建筑和庙宇。游客可以在这里漫步，感受到古罗马的繁荣和壮丽。除了古罗马的遗迹，罗马也拥有许多其他的文化宝藏，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梵蒂冈。这是世界上面积最小的国家，同时也是天主教教廷的所在地。梵蒂冈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教堂圣彼得大教堂，以及最伟大的博物馆梵蒂冈博物馆。在博物馆的西斯汀礼拜堂内，游客可以欣赏到米开朗基罗的壁画，包括创世纪和末日审判的真迹。这些艺术品被誉为人类文明的瑰宝。罗马是一个充满历史和文化的城市，来到这座城市，游客可以感受到古老和现代的交融，并且被它独特的氛围所吸引。对历史感兴趣，或是对艺术与美食有喜好的你，在罗马都能够满足你的需求，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永恒之城罗马。谢谢您的收看，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下期再会。拜拜。